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我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，这个是我在韩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。他说2018年的冬奥会会在韩国的平昌举行，这是他们的吉祥物。然后呢，大家有去过平昌吗？那边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钓鳟鱼的活动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韩国平昌很特色的鳟鱼饺子。首先我们来准备饺子皮，今天这个饺子皮会用鸡蛋来和面，在盆中放入面粉、盐、鸡蛋，然后一边搅拌一边慢慢的加入水，直到这个面团能够成团，使劲的揉捏。现在这个面团你感觉应该会比较干硬，这个是没关系的，先揉一会儿，把它揉成这样能够基本上光滑就够了。包上保鲜膜，现在要醒面。现在在等醒面的时候来准备饺子馅儿。因为是鳟鱼饺子嘛，首先来处理鱼，我用的是红鳟鱼，一般你要买的话只能买到这样整条的，用一把尖刀在鱼背上划进去，慢慢的往里划，感觉到鱼刺之后呢，就用你的刀尖顺着鱼刺慢慢划下来，这样一刀一刀的，直到最后把整片鱼肉都片下来。腹部的这些大刺你可以直接用刀把它切掉。但是注意鱼背上会有一排小刺，一定要用手仔细的摸过，把刺一根根的挑出来。接着还要去皮，在鱼片的一头下刀，但不要切断鱼皮，然后就拎着切出来的这一点，把刀刃斜着贴在鱼皮上往下拉，这样慢慢的就能把整片鱼皮去掉。鳟鱼肉切细丁，因为红鳟鱼跟三文鱼其实有点像，所以你换成三文鱼应该味道也挺好的。接着就是准备各种配菜，现在配菜还挺多的。首先是南瓜去皮切丁，红尖椒切碎，卷心菜切碎，洋葱细细的切丁，韭菜切碎，韭菜丁也放进去，红椒末。接着这里有块豆腐，直接把它放到碗中碾碎，蒜泥、姜泥拌匀，取一个平底锅，放非常少量的油，把刚才切好的南瓜下锅炒，然后是洋葱丁、卷心菜，加盐。因为这几样菜比较难熟，在包入馅料之前要先把它们炒到半熟，盛出来放凉。把鳟鱼丁和豆腐拌匀，把刚才已经炒到半熟并晾凉的南瓜、洋葱、卷心菜放进去，加炒过的白芝麻、糖，加盐、黑胡椒、香油，拌匀，馅料就准备好了。现在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来包饺子了。因为加入了鸡蛋，所以面团是这样黄黄的。醒过的面团继续再揉一下，这个时候面团应该就会比较柔软了，把它揉到完全光滑，团成一个团，压扁，然后在正中间戳出一个洞来，然后就沿着这个洞把这个面团慢慢的拉扯成一个圈，像甜甜圈一样，然后一边拉扯一边搓这个面团，让它形成长条状，最后再切断，形成一整条，然后开始来切分，每切一刀都把这条面转90度，这样能帮助你切出来的每个剂子大小尽量一致。切出来的小面团按扁，就可以开始擀面皮了。擀面皮在之前包饺子那集里头也给大家看过的，把拇指放在中间，右手拿一个比较小的擀面杖，擀一下转一下，这样最后就能够擀成一个中间略厚、周围很薄的圆形的饺子皮。所以这种韩式饺子的饺子皮你要尽量的擀薄一点。擀好的皮包入馅，接着呢，不像中式饺子要捏褶，这种韩式饺子你就直接把这个半月形的边粘好，然后把两头粘在一起，有点类似于包大馄饨，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元宝状，中间鼓鼓的这样。所有的饺子都包好，接下来你可以煮，也可以蒸，也可以煎。今天我决定把它煎着吃，准备一个平底锅，锅先烧热，锅底放入适量的油，把饺子放进去，
先开中小火，煎到饺子的底面有一些微微的发黄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倒入小半碗的热水。当你看到让这个水面能够半没过饺子的样子，然后盖上锅盖。这个时候火可以稍微转大一点，差不多中火吧，大概需要6到8分钟。当你看到锅里头的水差不多快干的时候，打开锅盖，让锅底的水分完全挥发掉。这个时候饺子的底部会变得脆脆的，你可以听到滋滋的声音，这样就好了。煎好的饺子可以随便配你喜欢的蘸料吃。今天我配的也是一个很韩风的酱，就是把洋葱、辣椒还有蒜片放在小碗中，还有一点糖，淋入一点生抽。如果你家有鱼露的话，可以加点鱼露，再加一点纯净水稀释一下，调到你觉得合适的咸度，这样就好了。或者如果你喜欢中式口味的，你也可以放醋加油辣椒，蘸着也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平昌的鳟鱼饺子跟咱们的鲅鱼饺子有一点类似，然后它里头因为配菜特别的多，所以吃起来口味会非常丰富。希望你们喜欢。今天的节目有福利哦，奖品是今天同款的这个平昌冬奥会吉祥物白老虎以及它的周边文具。具体的参与方式请大家看下方的评论，祝大家好运。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把鳟鱼包在饺子里头，然后结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，鱼肉非常鲜美。如果你喜欢鳟鱼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、投香蕉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